人生在世，无非两大追求，一个是钱，一个是爱。钱靠的是看透规律，爱靠的是掌握人性。规律是天道，人性是人道，他们的合力就是天机，因此天机不可泄露。如何掌握规律？对规律的认知靠的是逻辑思维和推导的能力。规律及趋势偏重理性方面，这就是算法。如何掌握人性？对人性的认知靠的是感知和共情的能力。人性即人心，偏重感性方面，这就是心法。人性和规律就是人的认知由两部分组成，也是认知的两条脉络。这两者是互为支撑，它们互相交织，类似于 DNA 的螺旋状上升结构，互相支持，不可分割。人生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打破自己认知牢笼的能力。这个能力被道家称为得道，被佛家称为开悟。它能让你对世事和人心抽丝剥茧，一切表象在你面前都如梦幻泡影，你将看到真实的世界。以人性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的。表面上看是能力和机遇，其实是看他和谁形成了利益共同体，看他代表了谁的利益。因此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风光人物，基本的都是利益集团操控的玩偶，真正的大佬永远只会在幕后。二，大众永远都会同情弱者。只要你是弱者，哪怕不站立，也一定可以博取大家的同情。大众永远都会嫉妒强者，无论你多牛，多么有理，如果一直不让人不懂得示弱，就会成为万夫所指。三，越成功越需要慎言慎行，如履薄冰；越弱小越可以胆大妄为，可以野蛮生长。而很多人却搞颠倒了，年轻的时候做事畏首畏尾，最终一无所成；成功的时候却胆大妄为，最后终于栽倒。四，现实中的很多事往往不是非黑即白，非对即错的。现实中的很多人往往不是非善即恶，非敌即友的。对的极致就是错，错的极致就是对，黑的极致就是白，白的极致就是黑。善恶是非都遵循这个逻辑，事实没有绝对，一直在循环与转化。五，真正厉害的人能随时做到上下兼容和左右调和。上下兼容指的是随时可以和不同层次的人同频，包括高层次和低层次的人。左右调和指的是在对和错之间找到最合适的点，是对度的最精准的把握。真正厉害的人是不分高低对错的，随时升降，可左可右，这就是大象无形。六，如果你想独占一切，不留余地给别人，那么你的一切就会被清空。如果你有功却什么都不想要，最后什么都是你的。七，越聪明的人越需要下本功夫，只有笨的人才需要走捷径。如果聪明的人也选择走捷径，一定会遭到天谴。八，越有才华的人越需要深入群众，越不能傲慢。如果有才华的人脱离大众，一定会穷困潦倒，孤独终老。九，当一个人的智商和财富不匹配的时候，这个社会有100种方法收割你，直到你的财富和智商相匹配为止。10，最怕的不是对手太强，而是遭人嫉妒。千万不要在别人失意的时候炫耀你的得意。64卦里只有一个卦象没有灾，那就是谦卦。做人一定要学会示弱，只要示弱就会远离各种算计和是非。做人一定要低调。11，大家永远都只愿意和强者合作，所以在做事的时候一定要高调。只有高调才能吸引更多的资源。所谓人之道，损不足而奉有余。你越弱，别人越远离你；你越强，别人越愿意把资源交给你。所以做事一定得高调。12，当你强对方很多的时候，对方会羡慕你；你强对方一点的时候，对方一定会嫉妒你。离你远的人羡慕你，离你近的人则会嫉妒你。远交近攻，这个战略对于我们个人来言也适用。13，现实社会中，
人人都不甘于平凡，都想实现逆袭。所以必须要给底层人留出上升的通道，比如高考、创业。这样既保证了社会的循环性和活力，又给每一个人提供了奋斗的原动力。也因此，中国是一个不断洗牌的社会，千万不要指望能有一天享受安逸的生活，那就是你走下坡路的开端。14，富不过3代，也穷不过3代。每个人都有机会致富，每个人都有机会体验贫穷，轮不到你也能轮到你孙子。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绝对公平的，只是每个人所处的阶段不一样而已。15，我们的管理不是靠制度和系统，而是靠人。人的灵活性非常大，灰色收入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杜绝的问题。所以企业要给关键位置上的员工一定的活动空间，比如采购、财务。只要不那么夸张，大家就可以相安无事。16，大家表面上客客气气、恭恭敬敬，其实有一套内在的利益机制在掌握着人的各种行为。有些事只可做而不可说，有些事是只可说而不可做。要想看透每个人的行为，必须要用利益分析法。每遇见一件事，要迅速切割成不同的利益方，用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推导每个人的行为。千万不要被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所迷惑。17，凡是开始能让你爽的东西，最后一定会让你痛苦。比如美女、美食、美颜、美丽的罂粟花，都能让人快乐到死。极致的快乐反而让人表情扭曲，比如性爱。每一阵快乐结束后，都伴随一阵空虚。凡是开始能让你痛苦的东西，最后一定也会让你快乐。比如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，寒门出贵子等等。只要你能忍受开始时的痛苦，接下来的生活会越来越顺畅。18，凡是让你成功的东西，一定会让你麻痹。比如那些成功经验和心态，一定会成为下一次成功的阻碍。凡是让你失败的东西，一定也会成为你的垫脚石，总有一天你会踩着它们成功。社会本质也是一个大平衡，所有强大的东西都正在变弱，所有弱小的东西都正在变强。所有的快乐都潜伏着痛苦，所有的痛苦都隐藏着幸福。物极必反，盛极而衰，月满必亏，否极泰来。2，规律。1，一切都是以人为本，最后所有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。无论你事情做得多么成功，如果不懂做人的道理，照样会一败涂地。你10次做事上的成功，也无法掩盖1次做人的失败。把事做好的同时还要求你能搞定人，同时又不被人搞，这就是最大的成功。2，最厉害的本领不是你能力多强，而是如何通过牺牲小利益而收获大价值。懂得舍小而取大，这是做人的大道，远胜过做事的技巧。3，我们的企业只能拿出20%的智慧去做事，剩余80%的智慧都会用在内耗内斗上。所以中国的老板往往比较累，他们除了开拓市场之外，必须大量精力放在对人的治理和管理上。所有老板都想寻找一套合理的系统去维系企业的运转，结果往往是这些制度根本无法框定人，结果老板只有势必亲力亲为，样样都管，很难做到放权。4，为什么大多数人活着那么累？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都太聪明，太会算计了。每个人都在努力向上，为了达到目标，可以不讲规则，可以没有底线。只有爬上去后再给自己洗白，所有人几乎都有原罪，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。5，正是因为大家攀爬的时候不讲规则，互相踩踏，所以下面的人对爬上去的人都是不服气的。他们要千方百计把那些爬上去的人拉下神坛才能甘心。上天是公平的，越是好的东西，越能藏住坏的东西。人们的聪明和智慧恰恰也承载了人们的丑陋和自私，这也是一种平衡。6，在我们的传说里，各种神仙妖魔都是人变的，比如《封神榜》里的诸神，八仙过海里的八仙，比如关公、
托塔李天王、钟馗、华佗。这些神都是被大众册封的人，所以我们其实从来不崇拜神仙，只崇拜英雄。人很容易被封神，也很容易被妖魔化。一旦你被捧上神坛，你所做的一切都对的；一旦你走下神坛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，所有人都会踩你。务必充分小心。7. 社会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筛选出最愚蠢、最慵懒的人，然后把他们打入最底层。也会通过各种高明的方式把那些钻空子、逍遥法外的坏人抓过来，让他们无处遁形。把一个天天喝牛奶的人，无论喝的奶有多好，他的身体永远都比不过天天给他送牛奶的工人。同样，一个天天送牛奶的人，无论多么卖力的干活，他的收入永远都比不过天天在家里喝奶的客户。这才是真正的公平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9. 攻击对手最狠的方式，避开就事论事，直接给对方扣上一顶帽子，从人品的角度全面否定这个人，这样他所有的言行都没有公信力了，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。这个招数被无数人掌控，包括小人。历史教训有很多，我们务必小心。10. 同样的事由不同的人干，完全是不同的结果，说明我们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的社会。我们宁可信任熟人、靠谱的人，也不信任靠谱的事。既然以人为中心，那么人势必走向拉帮结派，开始门派斗争。这是任何一个组织做大后都无法避免的情况。11. 人的结盟形成了利益共同体，所以企业或其他组织做到一定程度，一定就会发生派系斗争。派系斗争就是所有组织的宿命。高层管理者靠路线，中层管理者靠站队，基层员工靠喊口号。到最后，公司核心不再是做业绩，而是互相斗智斗勇。12. 当一个组织大到了一定程度，就会出现瓶颈。解决瓶颈的最好办法就是结构重组，借机除掉那些没有贡献但有特权的人，然后扶植那些有贡献的人上位，从而形成更与时俱进的发展模式。13. 正是因为我们是以人为本，所以很多问题都是通过江湖规矩解决的。江湖规矩的本质就是各大利益集团的不断平衡，所以懂江湖规矩比懂法律更重要。14. 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问题到最后都是人的问题，是人的品格、修养、格局的问题。5000年的传统文化处处强调修身养性，5000年的社会变迁始终围绕治人这个核心，时刻加强人在思想道德上的管理。这恰恰也是中国文化的高明之处，搞定人就搞定了一切，人对了，一切都对了。15. 对于创业来说，初级阶段的重点是建立模式和渠道，往往依靠老板自己的资源和能力。中级阶段是建立组织，是用人和管人，充分激发人的创造性，并控制人的各种非分之想。高级阶段是赋能，把能量赋予广大群众和用户，让他们和组织一起发光发热。以上这就是社会的基本定律。蓦然回首，这才是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，因为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维护着社会的公平。命里带华盖，维度越高越喜欢当初的自己。弟子问老师，您能谈谈人类的奇怪之处吗？老师答道，他们急于长大，又哀叹失去的童年。他们以健康换取金钱，不久后又想用金钱恢复健康。他们对未来焦虑不已，却又无视现在的幸福。因此，他们既不活在当下，也不活在未来。他们活着仿佛从来不会死亡，临终前又仿佛从未活过。99%的人所犯的最大错误，就是经常站在现在的角度批判当初的自己。
比如有个词叫悔不当初。我们总认为，假如事情能从头再来一遍，或者时光能够倒流，自己一定可以做得更好，可以做更加正确的选择，从而经常陷入到自责和后悔当中。其实这是人最大的执念。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我们的每一个行动，每一个决策都是当时心智水平下的最优化选择。即便事情能重来，时光能够倒流，以你当时的认知水平和心智模式，依然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。所以悔不当初就是一个伪命题。另外，就算我们当初选了其他道路，也未必有更好的结果，因为另外的路也会产生新的烦恼。所谓的重新选择，也只是换一种方法遭遇坎坷而已。金刚经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人都在碰壁中成长，在失去后失血，在跌倒后长智慧。与其为过去的选择感到可惜和遗憾，不如擦擦眼泪，继续向前走。人生那么多条路，无论你选择了哪一条，最后都会后悔，总觉得当初其他的道路会更好。我们经常说，千万不要站在现在的角度去批判当时的自己，请回到当下，回到你当前的选择。脚下的这条路就是最好的路，身边的人就是最能渡你的人。得到未必是福，失去未必是祸。有些事你总是做不成，有些人你总是得不到，不要着急，这都是上天在保护你。你以为错过了是遗憾，其实可能是躲过一劫。如果事与愿违，请相信上天一定另有安排。遇见是因为有债要还，离开是因为还清了。前世不欠，今生不见，今生相见，定有亏欠。不要害怕失去，所失去的本来就不属于你。也不要害怕伤害，能伤害你的都是你的劫。别抱怨，别生气，上天在以另外一种方式成全你。人生各有渡口，各有各的舟。有缘躲不开，无缘碰不到。缘起则聚，缘尽则散。请珍惜你的当下，请珍惜你的眼前人。有一种命叫华盖，也是天选之子。如果你已经开始一个人喝茶，一个人看书，一个人逛街，没有电话，没有聚会，没有社交，早睡早起，善待自己，变小的圈子，独处的时光，拾花弄草，云淡风轻，不去惊艳谁的人生，只温柔自己的岁月，那么你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境界，看似孤独，实则洒脱，看似索然无味，实则自由自在。如果你拥有这样的人生，那你大概率就是华盖居。华盖居的人6、7元钱，独来独往，独树一帜，往往身负重大使命而来。他们来地球是完成某种使命的，或者是来历劫的，历完劫回去就可以再升级。所以他们不需要像普通人那样去生活，他们只需完成先天灵的使命即可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，请不要用常人的眼光去审视他们，因为他们压根就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只有鸡鸭鹅牛羊马才成群结队，老虎狮子永远都是独行。弱者抱团是为了获取安全感，强者独立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天性和天分。当然，他们待人也很友善，尽管他们看上去孤傲，但是他们一旦跟人交流起来就非常真诚，没有心机，没有算计，甚至有点幼稚。独来独往是性格，待人友善是修养，两者并不矛盾。最后再强调一遍，遇到这样的人，请高抬贵手，不要去用常人的眼光和标准去评价他们，毕竟他们降临人间都是来造福人类的。很多人走了10000里路，都没有走出自己的脑门。很多人读了1万卷书，照样大脑空空。世界上最容易成功的有2种人，第一种是为了生活无路可退的人，第二种是为了理想全力以赴的人。第一种是疯子，第二种是傻子。疯子是会去行动的人，而傻子是容易相信的人。猴子想变成人，他知道要变成人需要砍掉尾巴。猴子决定砍掉尾巴，动手前猴子被3件事困住了。1. 砍尾巴的时候会不会很疼？改变是有一定痛苦的。2.
砍了后身体还能不能保持灵活性，改变会有一定风险。3. 尾巴跟了很多年了，不忍抛弃它，改变在情感上会有点难受，所以今天的猴子也没有变成人。你若没有时间创造自己想要的未来，则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来应付你不想要的当下。你若总是把改变推到明天，则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来维持不改变的今天。世界上最大的牢笼是人的思维，世界上最大的枷锁是人的执念。绝大部分人一生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每一天都在重复昨天，作茧自缚，把自己终生围困。真正困住我们的根本不是方法、技巧、答案，而是我们内心始终不敢面对的东西：执念、自卑、敏感。你害怕抛头露面，害怕陌生，害怕改变，总是重复你习惯的事，活在你熟悉的圈子里，做没有挑战和风险的事。别人说你2句就吃不好睡不好，别人一个眼神你内心就波澜起伏，一点承受能力都没有，每天都在内耗。内心越脆弱，内耗越严重。你所有的不安、烦躁、焦虑、压力等等，这些都源自于你幻想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，而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。你一直在纠结过去或者担心未来，从没有活在当下，所以你才会有无穷无尽的恐惧和焦虑。你大胆地豁出去一把又能怎么样？你并没有什么好失去的，其实根本没人在意你，自己想多了。如果你不能推翻一个观点，就不配拥有这个观点。因为任何观点都有不成立的时候，如果你不能找出它不成立的角度，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个观点。同样的逻辑，如果你不能离开一个人，就不配拥有这个人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当你具备可以随时离开这个人的时候，才能奋不顾身地跟他在一起。科学和迷信最大的区别在于，科学可以随时推翻自身，并树立下一个科学结论，然后再等待被推翻。什么叫开悟？当你的大脑里可以同时容纳2种截然不同的思想，并且还没有内耗的时候，就是开悟的时候。一旦抵达这种状态，没有你接纳不了的东西，也没有你接受不了的结果。为什么离婚率越来越高，剩女越来越多？原来是资本在捧杀女性。先举一个例子，无论是短视频和真人秀，都在提倡姐弟恋，女方通常会比男的大5至15岁，男方往往都是颜值高的小奶狗。这其实就是在满足剩女的幻想，是为了缓解大龄单身女性的情感焦虑，告诉他们无论你多么大了，哪怕离婚好几次，依然会有年轻帅哥疯狂追求你，大把优质的男人还在后面排队等你。这是典型的毒鸡汤。要知道，10年前电视剧最流行的题材都是霸道男总裁爱上灰姑娘，因为那时的女人都还小，都渴望霸道总裁爱上自己。结果这些韩剧害了一代年轻女人，现在这些灰姑娘长大了，就要换一种方式毒害她们了。再举一个例子，资本一直在倡导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，他们一直在暗示女性给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爱你，不给你花钱的男人一定不爱。唯有消费和物质才能体现真爱，一定要让男人为你多花钱。于是现在从年头到年尾，全是资本造出的节日，情人节、女神节、520、七夕，甚至还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等等。过节总要仪式感，礼物、红包、电影、吃饭一样不能少，全都是消费。在资本的洗脑下，女人心中的男人就该有钱大方，于是他们开始看身边的男人不顺眼，埋怨这些男人不会赚钱，不懂得浪漫。看看现在的社会吧，多少女人沉醉于短视频里的毒鸡汤以及商家的各种洗脑式营销，深陷其中不可自拔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现实与理想差距越来越大，剩女就越来越多，婚姻也面临着崩溃。商业的本质就是制造焦虑，只有我们焦虑了，才会不停地买，才会去外求，资本才有机会牟利。如果每个人都内心圆满了，就没有人去消费了。所以资本就是要一边制造焦虑，一边卖安慰剂，而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只是资本的棋子而已。我们经常说，唯有开悟和灵魂的觉醒，
才能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里安身立命。只要不开悟，无论怎么活都是白忙活，无论怎么折腾都是瞎折腾的。确实，绝大多数人来这个世界就是来凑数的，无论男人还是女人，他们宿命就是被反复的收割。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，都有自己的使命和价值。愿你在人生的旅途中能够保持初心，活出真我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意义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